2月13号，小米的一发开门炮打响了2020年的国产旗舰机之战。小米10 Pro 4999的起售价格也宣告了2020年的机圈不可抗拒的集体涨价。但是突然而来的疫情啊，成为了大家工资的绊脚石，大家的收入多少都有一些压缩。大家可以把没钱2个字打在公屏上啊。机总是要出的，这个钱总究还是要赚的啊。国内手机的存量市场已经无法接受报复性消费的迟到了，这也让旗舰机之后的终端机之战火药味浓了不少。iQOO Z1、Redmi 的10X Pro， 还有就是荣耀 X10啊，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没有高通的终端机对决。Hello， 大家好，我是双囧，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记得3类视频点赞、收藏、投影，感谢了。虽然这一次的终端机型硬件上诚意十足，又是天玑1000 Plus， 又是 AG， 又是 LYB， 但是在成本上，3台手机不约而同还都是选择了塑料中框。好在背壳还是玻璃的，除了 Z1。10X Pro 的 AG 玻璃手感自然是最好的，配合处理细腻的边框，整体的质感表现最佳。荣耀 X10 的表现也不错，但是细节的处理上还是要稍逊一些。升降前摄并没有和边框做平，升起之后也会有些许松垮。SIM 卡槽的接缝处理也不如红米。为了方便操作，边框指纹的电源按键自然会凸起一些，但是荣耀 X10 的按键并没有做任何的倒角处理，甚至还有一些拉手，而按键本身的质感也偏肉，让这颗边框指纹按键的体验败给了 Z1。不过这也可能是 Z1 在质感层面唯一的优点了。iQOO Z1 的全塑料机身自然是差了许多，虽然背部努力想做的不像塑料，但是上手的感觉还是出卖了它。普通的金属漆边框配合公差不小的 SIM 卡槽和电源按键，如果不知道 Z1 的硬件配置，颇有一种入门千元机的感觉。不过戴个套大家都一样啊，美不美还得看正脸。荣耀自然是拔得头筹，升降前摄带来的真全面屏配合3台之中最窄的边框，光感自然最佳。虽然 iQOO 的挖孔确实大了一点，按边问题也比较明显，但是高刷和价格放在那儿，习惯也还能接受。红米则是让我们有些难受啊，并不是最宽的边框，也不是有些过时的美人尖设计，而是屏幕 R 角。10X Pro 的屏幕 R 角上下并不对称，下边还好啊，上边的 R 角则是朝里收了一下，就显得很不平衡。配合很小的通知栏，这种感觉就很明显。如果说其他手机是国字脸，那么10X Pro 就像是小头爸爸，显得有点头轻脚重，不协调。而且3者中它的下巴也是最宽的。而后摄的布局上反倒是红米让我们觉得表现最好。这么设计好不好看见仁见智，但是居中和不大不小的尺寸让整个后背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视觉平衡，辨识度也很高，仔细看看还挺萌。iQOO Z1 的后摄模组设计中规中矩，而荣耀 X10 上由于搭载了 MX 600Y， 让整个后摄的模组体积最大，突出的高度也是最大，整个后背显得头很重。不过都有 LYB 了，多少可以原谅。从个人的角度出发 ，ID 设计上荣耀要好于红米，红米要好于 iQOO。相对于外观啊，终端机的性能都显得更为重要。毕竟购买这个价位的手机用户对于价格更加敏感一些，也更加注重硬件本身的性价比如何。而这3款终端机除了 SoC， 内存和存储方面均为 LPDDR4X 和 UFS 2.1， 性能区别最终都落在了 SoC 之上。天玑1000 Plus 之前呢，我们已经出过实测视频了。对于终端机而言，绝对是越级的表现，甚至可以直面865和990 5G 面不改色。确实没有对比的需要了啊。如果你只看重性能这一点的话，选天玑1000 Plus 就对了。麒麟和天玑这2个820来说，谁表现最好呢？大家可以弹幕先预测一波啊。首先是跑分方面，无论是娱乐兔的 CPU、GPU 跑分，还是 Geekbench 5和3D Mark 的测试，2个820的跑分基本属于同一水平。而在小白测评新20管硬2轮打开测试方面，荣耀 X10 120秒和 Redmi 10X Pro 124秒的成绩也处于同一水平。Z1 则是优化稍显不足，128秒。其他的10几项实测数据，欢迎大家关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查看数据库即可。多说一句，实测数据这件事呢，看着只是一个个简单的数字，但它背后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确实是体验视频的好几倍啊。如果您在各个平台有看到盗用我们数据库，而且还把我们水印截掉这个情况啊，恳请大家点一个举报，支持原创者，抵制粘贴复制，跪谢各位了。在主流手游上，2个820也表现出色，和平精英的帧率稳定，对于大多数游戏来说，目前的终端手机也都没什么问题了。那么发热呢？这次应该是大家最为关心的。由于荣耀和 iQOO 的和平精英都没有适配高刷，所以我们的100分钟压力测试之中均选择了 HDR 高清加60帧的模式，屏幕亮度300尼特，室温25摄氏度，上下1摄氏度。天玑820最终小胜麒麟820，在整个测试之中表现最佳，最高46摄氏度。而麒麟在测试初期和天玑不相上下，但是厚积薄发，这个测试后期突破了47摄氏度，最高测出了一次48.6摄氏度的成绩。
实际手感上，背部 SOC 的位置X10也确实更热一些。由于我每次100分钟压力测试都会基于当时机型的最新软件版本，所以不同视频中会有些许变化。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数据库是不断调整、不断测试更新的，以数据库的小程序为准。而 iQOO Z1 这次的表现相比于上一次有所进步，最高47.2摄氏度，发热高，自然耗电也高。100分钟的测试下，荣耀X10和 iQOO Z1 均胜于64%，不敌红米。不过 Z1 的电池容量更高一些，所以 Z1 的耗电量最大。荣耀紧随其后，红米表现最佳。这也符合我们续航测试的表现，无论是小白测评3小时秋冬续航测试，还是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红米的表现都要更领先一点啊。不过由于荣耀日常测试均为90赫兹，而 Z1 这边呢是144赫兹，如果统一为60赫兹的话，续航上的差距谁好还不一定呢。不过有了高刷，谁还用60赫兹啊？屏幕方面也是这3款手机最大的区别之一了。Z1 大挖孔的144赫兹 LCD，X10 真全屏的90赫兹 LCD。红米这边是 HDR10+ 认证的三星E2材料的 AMOLED 屏幕，显示效果自然是最亮的。红米10X Pro 表现最佳但是401 PPI 换算下来327确实不太高。屏幕近看的细腻程度上不如 LCD。遗憾的是，红米这一次并没有支持高刷，不知道后续也会不会 OTA 升级一下。对于正在看视频的你而言，高刷 LCD 和高亮三星 OLED， 你更倾向哪一个呢？可以弹幕走一波。在相机上，这3款终端机型竟然有2款都值得好好说道。荣耀和 iQOO 虽然说都是3摄，但其中都是有一颗凑数了但是荣耀X10上主摄竟然用上了 MX 的600万，红米4摄不稀奇但是其中竟然有一颗3倍的光学变焦，而且还支持 OIS 防抖这是红米终端机上的第一次在画面第一观感的颜色还原上，3台手机各有不同。iQOO 则是 AI 识别到蓝天加蓝，以往在这块都是华为的算法最为激进，但是这一对比反而是荣耀X10还算是最接近真实的，但是有些偏冷了。Z1 的算法则是问题比较大，某些场景中明显有偏色问题，而超广角则是偏到了姥姥家，颜色还原上问题确实很大。主摄宽容度方面，荣耀X10表现最好，然后是 Z1， 红米表现最差。细节保留方面，红米竟然是最好的，寄予厚望的荣耀X10竟然最差。但是在画面阴影处，毕竟底大嘛，荣耀X10最为纯净 ，Z1 和红米都出现了明显的噪点问题。超广角上，红米的视角最广 ，Z1 中等，荣耀这边还是华为系的老毛病最窄。清晰度方面，本以为能有个明显的差距结果多组样张对比势均力敌，但是在某些场景中还是 Z1 要稍微糊一丢丢。而在长焦方面，基本就不用比了，红米自带3倍长焦镜头，另外2者都是裁切主摄 ，Z1 好歹还有个2倍按钮，荣耀X10的2倍只能慢慢滑动变焦按钮。清晰度上红米最好，而同样是裁切主摄 ，GM1 的 Z1 竟然比 MX 600万的荣耀X10还清晰。这里我们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可能是由于软件版本的原因，我们手里的 Redmi 10X Pro 长焦光学防抖经常不能正常开启，无论是视频还是拍照模式，希望后期可以尽快优化。虽然白天荣耀并没有拔得头筹，但是 RGB 的特长自然是在夜景方面。在我们的小白测评标准群成样张中，普通模式下 Z1 依然是偏色严重，10X Pro 好了不少，但是在细节和高光压制上不敌X10。换到夜景模式 ，Z1 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红米这边高光压制明显要好了一些，但是依然不敌荣耀X10，毕竟是 RYYB 嘛。虽然在一些样张中，比如大光比的环境下，红米的高光压制甚至要好于一些荣耀，但是在整体的宽容度和细节层面依然是不如X10的。在极限暗光条件下，荣耀X10的夜景模式甚至直接拍出了白天的感觉，而其他手机基本就是一眼的事儿。在这个价位段的新机之中，荣耀X10的 MX 600万还是无敌的存在。相机总结，实际结果和我们的预料的稍有差距没想到绝对硬实力的 MX 600万在白天并没有什么优势，调教和算法层面来看，和大哥还有着不小差距。Redmi 10X Pro 白天主摄清晰，超广角最广，还有一个3倍的长焦镜头，但 RYB 的夜景优势可谓是力压红米 iQOO， 拿下了夜景拍照冠军。Z1 的综合表现，扫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在我们的日常体验之中的这3台手机，最先给我们感触的居然是边框指纹，尤其是荣耀X10上，点亮屏幕的瞬间就可以直接完成解锁，甚至会让我们忘记手机其实是有屏幕锁的。在被屏下指纹霸占的这段时间里，突然用回实体指纹按键，反倒让我们有些怀念。而荣耀X10的升降前摄不仅放大了边框指纹的优势，真正全屏在日常使用之中也确实更加舒服。如果你是几乎不使用前摄的直男用户，终端机的这个组合值得考虑。不过荣耀也是这3款手机中唯一不支持 NFC 的终端机型，在这个手机就是公交卡、门禁卡，甚至是身份证的时代，稍显有些遗憾。Redmi 10X Pro 支持 NFC 屏下指纹，也是唯一一个加入线性马达的选手。虽然手感偏弱吧，但是对于打字时感觉还是很明显的，毕竟和转子相比，是用还是不用的区别只是到目前为止开启自定义之后，马上线性变转子，差那么点意思。
同时它也不支持高刷，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中老是有些卡顿的感觉。毕竟3台手机一起体验的话，在90和144赫兹的衬托之下，60帧的视觉卡顿感还是在所难免。目前 Redmi 10X Pro 的系统还停留在MIUI 11，不过作为新机，7月份它也会首批更新MIUI 12。而 iQOO Z1 作为本期最为偏科的选手，性能环节自然是 Z1 的最大优势。综合跑分52万，与2个40万相比，后面这俩都是弟弟。天玑1000 Plus 这个旗舰机的性能，配合144赫兹带来的流畅感受，总和这台全塑料的机身手感有些冲突。一边是旗舰机的内核，一边是签约机的外观，这有多割裂？iQOO Z1 是第一台支持双5G 待机的手机，也是目前这个价位唯一支持 WiFi 6的手机。它还支持公交卡 EID 多功能 NFC 44瓦的快充，配合上转子马达全塑料机身和有些过时的后摄配置，Z1 多少像有点买天机送手机。综合来看，这3台手机或许正好代表了厂商3个不同的思考方向：性能、拍照和水桶。这不像是之前的终端机之战啊，各家无论是在硬件还是工艺上都大差不差，表现相近。今年的终端竞争由之前的水桶机变成了创造亮点或者旗舰功能下放，性格各有不同，但是终端的价格还是要给用户各种优惠。这或许就是今年厂商们旗舰的涨价智商。旗舰虽然上去了，但是终端的价格还是不行啊。疫情的突然来临，还是给整个智能机行业进行了一次双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4月份国内手机市场分析报告中说到，2020年1月至4月上市新机型累计137款，平均每天都有新机上市。你感觉我们好像体验了很多新机是吧？但是今年小白测评也刚刚过手30台手机，连总量的零头都还没到。旗舰机你我都很关注，都很熟悉，但是今年有很多我们不是很关注的线下机、次旗舰、终端机和入门机都变多了。即便发了这么多总体的出货量呢也只有9068.1万部，而去年的1月至4月累计出货量则有1.13亿部。而在这9000万部手机里边，5G 手机也只占了1/3，凛冬将至。但是就像于大嘴说的那句话过冬的唯一方式就是多买华为的产品。其实各家厂商都一样。终端机型处理器这边发哥的入场呢，或许更具有一丝的戏剧性。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天玑系列突然打入，有着旗舰机的实力，却从2000元起步。华为自研可以从容应对但是高通的缓慢或许会让高通拱手让出终端市场。对于 MTK 来说，虽然选择了最好的时间回来，但是依然要面临着难以改变的用户品牌认知，又如何下一步打入旗舰阵营？从现在来看，低价策略先让用户和厂商重新熟悉一下自己，告诉大家我又轻量又便宜，确实不失为一条好路。临近618，我们预计这3台机型的起售价格优惠都能到2000元以下，估计你看到的时候已经到2000元以下了，1999，兄弟，我们的青春又回来了。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里边。这3台机型的所有实测数据我们都已经更新完毕了。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